之前呢，我們做過 9850X3D 搭配 N 卡的測試，今天呢，我們改用 9070X-T， 看看搭配 A 卡 9850X3D 跟 285K 還能差多少，也算是对之前內容的一個補充。那首先呢，還是 CS2 9850X3D 啊是領先了 21.73%， 也就是說目前 CS 還是明顯的更吃 CPU， 顯卡呢從5090降級到 9070X-T 依舊無法縮小幀數差距。而 R6 的情況呢就不一樣了， 9070X-T 1080p 下2顆 U 呢就已經是吃滿了，而且呢 low 幀與其余指標的表現呢也難分伯仲，說明 R6 啊對 CPU 的壓力相對小一些，有預算呢可以多加在顯卡上。無畏契約的話呢 X3D 肯定是非常殘暴了，領先幅度呢甚至是超過了 CS2 啊，達到了 26.78%， 這是典型的吃肉遊戲啊，顯卡是差不多就行。街外狂潮呢也是差不多，9850X3D 的領先幅度呢高達 17.49%， 遊戲開發商呢就是衝着高幀電競設計的，所以說呢 CPU 的性能是至關重要的。那相比之下呢，漫威争锋的畫面就比較複雜了，显卡的壓力明顯更大。不過 9850X3D 呢在 low 幀方面更有優勢，真的穩定度方面也明顯更好。絕地求生呢堪称 Ultra 噩夢，遊戲對緩存與內存的延遲呢要求極高，即便是搭配上吃雞不太行的 A 卡 285K 依舊被領先了 47.46%， 屬於是尾氣都吃不上的程度。DOTA 2呢当然是 X3D 領先幅度最大的遊戲，足足有 49.14% 啊，基本上玩 DOTA 呢只分為2種油， X3D 跟其他。英雄聯盟的話呢情況明顯就要好很多了，不過呢也只是差距縮小了，不代表沒有差距。那 285K 這代的遊戲性能呢是徹底没救了。最後的话呢是 F1RR， 那這款遊戏呢也算是優化逆天吧， 9070X-T 不開超分，居然比5090開 DLSS 的幀數還要高，我差點以為我看錯數字了，這遊戲的 A 卡優化實在是太逆天了。9850X3D 有接近 20% 的領先，徹底是擊垮了 285K。OK， 因為首發測試的 N 卡單機遊戲數量已經是足夠多了，因此本期補測重點關注的是 A 卡歷來處於弱勢的網遊性能。那今天呢補充測試可以看到，在搭配 A 卡的非單機環境下呢， 9850X3D 在平均幀方面領先 285K 19.16%， 1% low 平均幀呢也是領先 21.34%， 也就是說無論是 N 卡還是 A 卡，性能的差距都堪稱巨大。那在新一代的 CPU 發布之前呢，目前2家最新銳的 CPU 的差距應該就是徹底蓋棺定論了。那偵探頻道呢接下來呢也會將重心轉移到顯卡這邊進行期待，我們下期再見吧。